按下按钮为何如此让人着迷？大多数游戏都在努力让你忘记自己正在按按钮，而 The Button Effect 反过来，它把按按钮本身推到了展台中央。电子游戏的基本前提或许正是一种模拟玩家在某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观下以游戏所规定的方式活动。现实中玩家的动作其实非常单纯，不过是在键盘、鼠标或者手柄上做出轻微的手部输入，但在游戏里，这些输入会被扩展为开门、攻击、探索、牺牲、背叛，甚至改变一个世界的命运。也正因为现实动作与游戏后果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游戏才需要不断地为按按钮这件事赋予意义。许多看似复杂的游戏行为本质上都是被美术、音效、动画、震动反馈和叙事包装过的按钮事件，而这些层层叠叠的包装正是为了让玩家相信自己正在介入幻想世界的必要仪式。游戏里很多时候要求的长按、反复按、拖动、二次确认，其实在最终出发的结果上与短按一下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它们却是这套仪式的更高层表现。进一步把游戏反馈与玩家的肉身连接起来，你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手正在持续参与这件事。游戏故意让动作变慢变重，让你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一次无关紧要的输入，于是虚拟世界也就通过这段真实发生在身体上的动作获得了重量。The Button Effect 它反过来剥离了这些包装，甚至抛开了文字或者图形化的教程引导，让按钮重新成为按钮。玩家必须通过互动去观察、归纳、验证规则，最终靠着一次次的输入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这样极简的玩法以及游戏本身近乎沉默的神秘性，很容易让人想起 The Witness 或者 The Taylor's Principle。一开始开发者找到我试玩的时候，我印象里这大概又是一个让我边玩边觉得自己是笨蛋的婆罗门解谜游戏。作者本人的建筑学背景加上现代风格的美术馆场景，以及多说一个字就要扣钱似的流程设计，也让我隐隐有些担心它会不会高雅但无趣。可是事实上它非常有意思，而且这种有意思不仅来自于谜题本身的可玩性，更来自于我在实际游玩中反复感受到的一点。我不确定作者是否有意把每一层都设计成这样，但那些近乎建筑师习惯的空间组织、尺度意识和抽象方法，确实让它产生了一种别样的风味。这也是我今天迫不及待想要跟你们分享的细节。首先，按钮不再是等待触发的物件，它被安置在某个具体的位置上，有自己的朝向，与其他按钮之间有距离，也可能受到隔板和墙面的影响。在不同的谜题里，这个形似空间节点的东西会承担不同的作用。有时候是观察或发射关系的起点，有时候是线路经过的中介，有时候则是可以改变整个空间状态的触发器。建筑分析里常常会把人抽象为点、视线、路径和移动关系，游戏也在做类似的抽象，只是进一步把人压缩成了按钮，然后是这些按钮出现的方式。它们成组出现，形成某种按钮聚落，有按钮、隔板、线，有目标点，像是在俯瞰或者阅读一个被缩小的沙盘模型。中心与边缘、重复与差异、对称与破形、路径与阻隔，都可能成为解谜的线索。空间关系成为谜题的一部分。比如同样是5个按钮依次排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顺序，围成闭合图形可能暗示循环，1个位于中心，4个位于周围，则形成中心与从属，高低错落又可能表现为层级或者先后。颜色和数量当然重要，可是位置、间距与排列本身也在传递着信息。如果隔板只是在阻止玩家通过，它当然只是普通的障碍物。但当隔板会随着按钮的按下与抬起切断按钮与目标之间的视线和触发关系时，它成为了按钮可以和哪些目标建立联系的改变器。这种感觉很像建筑分析里的可视域，一个空间位置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在哪里，也取决于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会被什么遮挡。
而且不同的按钮聚落之间也并非彼此孤立，它们很可能会发生互动。A 组按钮的状态往往可以进一步改变 B 组，这也强化了聚落的感觉，如同城市与村镇等等人类居住单元一样，它们各自拥有内部规则和组织方式，却又通过路径、边界或者是作用关系彼此连接。游戏处理谜题的方式近似于一种小型的空间推演。一般密室逃脱中的机关往往服务于一个明确的叙事前提：我被困住了，所以要寻找出口。但放置在美术馆中，则成为了一场关于交互空间如何运作的展览。每一组聚落就像一件展品，每扇门是不同段落之间的过渡，每个子空间是理解正确的证据。玩家对这座美术馆的理解，并不是在进入时就一次性完成的。入口、转折、门洞和房间的序列会随着移动逐渐显露出新的关系。这种在行进中阅读空间的经验，往往被称为建筑漫游，而 Button Effect 将漫游过程变为了教学。玩家穿过展厅，同时学习应该如何理解这套机制。接着，后面的谜题有时候还会要求玩家根据目前所在区域的需求，重新调整前面关卡中的按钮状态。这个设计非常关键，它要求你去回望之前的关卡，说明它始终是整座美术馆中持续有效的状态节点。这样的回返使得整栋建筑本身作为谜题逐渐显现。到这里，游戏在形式和玩法两个维度上就同时建立了一种尺度嵌套。第一种是形式上的尺度嵌套，最小的尺度是房间里的小型按钮聚落，再大一层是玩家身处的美术馆房间和整体空间。窗外水域中形似巨型按钮的建筑单体，则暗示了美术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世界结构。这样巨大的构筑物打破了玩家原本稳定的尺度判断。如果按钮可以和建筑一样巨大，那么我所身处的美术馆是否可能也只是更大尺度中的一组按钮呢？房间里的按钮作为建筑的美术馆，以及窗外巨大的按钮构筑物，形成了一种视觉与概念上的相近形态和关系在不同尺度上彼此映照的状态。尺度之外似乎永远还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尺度，结构之外可能还套着更大的结构。第二种则是刚刚提到的玩法上的尺度折返，这一点比单纯的形式相似更为重要。一开始，玩家面对的是房间中的小型按钮聚落，但随着谜题的推进，游戏会不断地提示你，不能永远只在小尺度装置的内部寻找答案。门、房间、墙上的画，甚至整座美术馆的空间关系，都有可能会成为你的线索。小尺度的按钮聚落会教会玩家如何阅读朝向、开关、遮挡、通路和目标。接着，玩家必须把这种阅读的方式带到更大的空间尺度中，重新观察节点、房间和整座美术馆的结构。反过来，从大尺度中得到的线索又会重新解开小尺度中的按钮谜题。在这样不断折返的尺度关系中，玩家无法完全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抵达了最终解释的层级。也许美术馆之外还存在着更高层的结构，它由此产生了一种近乎神性的尺度不安。世界层层嵌套，彼此映照，不断延伸，等待着被理解。这种宏观尺度上的不安也会反复出现在微型谜题之中。游戏不断地训练玩家区分什么是有意义的和什么只是看起来有意义。每一个包含规则却保持缄默的按钮聚落，都在迫使玩家不断地质疑自己的假设。颜色、数量、顺序、位置、距离都有可能是线索，也可能只是装饰。那么当这种观看方式被放大到整个游戏的时候，我目前为止的所有解读也就处于同样的不确定性里。他们可能刚好读中了游戏的结构，也可能只是我把某些形式关系过度解释成为了意义。所以按下按钮为何如此让人着迷？